简单快乐说你就是在胡说八道，那你就觉得我在胡说八道啊，完全无所谓的啊。因为我这辈子学医学了10多年了，我本科211啊，硕士复旦大学，而且我在中国最顶级医院干过门诊啊。我现在瑞典读医学博士，我跟你们说的都是让你们省钱的。省钱的健康的吃法，吃点鸡蛋，喝点肉蛋，吃点肉蛋奶，我也不卖这东西，对不对？你们要是不听，我也没办法，这玩意儿就人各有命。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节目。最近你在抖音刷视频的时候，有没有被一个东北口音的男人刷屏？他每天准点出现在直播间，用极其笃定的语气告诉你：骨头汤补不了钙，燕窝不如鸡蛋，红糖不补血，水果百害而无一利。你可能会觉得这人是在故意哗众取宠，可偏偏他头上顶着复旦大学硕士和瑞典隆德大学博士在读的光环。有人说他是碳水饮食最严厉的父亲，有人说他是现代医学的代言人，还有人说他是张雪峰之后最敢说话的东北人。他就是今天的主角，偏口鱼博士。一个在瑞典读医的东北小伙，凭什么让全网几千万人吵得不可开交？他的核心理论到底是什么？到底是有科学依据的真科普，还是极端化的流量密码？今天咱们就来好好拆解一下。我们先一起来认识一下这位偏口鱼博士。他不是搞水产养殖的，而是一名实打实的专业医学生。复旦大学硕士毕业后，他远赴瑞典隆德大学攻读医学博士学位。2023年11月，他开始在抖音发布医学科普视频。真正让他爆火的时间点是2026年3月315前后，短短半个月，他疯狂涨粉290万，单场直播观看人次从10万级别飙升至突破100万。截至2026年4月中旬，他一场直播就能吸引上百万人同时在线观看。有人在打假你咋回事？我就是假的，朋友们，我再说一遍啊，我偏口鱼博士是假的啊，学历也是假，人也全假的，你们别看了，好不好？我求求你们了啊，打假就打假吧，我也不想理他们，谁都打行，我随便刷过，对不对？咱实话实说。我说的东西呢，有的东西有点争议，有的东西呢伤害了一些人的利益，但是咱别往外说，就是你别跟人家干仗。举是誉之而不加劝，举是非之而不加举，定乎内外之分，辩乎宠辱之境。庄子逍遥游里的一句话送给大家，你相信我就相信我，不相信我就拉倒，咱就这么地。咱们现在网上我粉丝比较多，各种切片比较多，也有骂我的什么的，咱不跟人干，就是我也能理解，就最近人比较多，直播间一整7、8万人、10万人啥的，我也很难受，我其实不是很舒服，讲实话。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我觉得我自己做的没问题，有谁说我呢？那可能我说的有问题，确实是因为每个人的知识它是有局限的，我不是什么都懂，我大概告诉你们问题，肯定是对你们没什么害处的，甚至是有一些好处的。我也不求就是说大家都感谢我，别人骂我呢，别人说我呢，咱也不跟人家干，咱也不用回应，我也不会回应的。他们说我不好呢，你们要信了，你就不用来看我了，咱们有缘再见，无缘就不再相见。人这一辈子就是缘分。我说的一些话可能欠考虑或者不对，我也道歉。例如说我非说水果什么没那么好啥，我是的意思就是说你要减肥嘛，少吃点水果，这个东西没什么太大的那个风险。关于健身的一些我确实不懂，咱讲话呢我是实话实说，我是觉得老百姓平时搁家吃点这个蛋白粉啥的犯不上，因为没有那么大的蛋白需要量。我也不是说蛋白粉不好，你们健身的有自己的想法，好不好？4月7日晚上的直播中，他自己都在说，现在流量太大了，连切片都不敢做了，太吓人了。他的直播间有个惊人的数据，近80%的流量来自平台推荐，而行业平均水平只有34%，就连董宇辉的宇辉同行直播间的推荐流占比也仅为48%。这意味着平均每10个观众中就有8个是被抖音算法塞进来的。平台正在主动把用户导向他的直播间。那他的粉丝都是谁呢？数据显示，偏口鱼博士的粉丝中40岁以下占比约80%，其中18至23岁的年轻群体占到了26%。他精准填补了传统医学科普在年轻群体中的空白。他有一个被网友津津乐道的绰号，蛋白质他姓蛋代言人。粉丝称他为碳水最严厉的父亲，因为他在直播间里用东北口音拷打各种不健康的饮食习惯。那他是怎么火的呢？这条路径其实和一起公共事件密切相关。2025年3月24日，知名教育博主张雪峰因健康问题猝然离世，年仅41岁。这件事引发了全社会对生命健康的高度关注，年轻人纷纷涌入社交媒体恶补健康知识，抖音顺势加大了对医学科普内容的扶持力度，而偏口鱼博士就是被平台选中的那个人。他的影响力甚至传导到了资本市场。
他的一句鸡蛋比海参营养更加全面，直接引发了市场吃蛋热潮。有上市公司在投资者关系平台上被股民追问是否会考虑找偏口鱼博士带货合作，虽然该公司回应称目前未建立商业合作关系，但这足以说明它的破圈影响力已经超出了单纯的科普领域。它的科普内容多在超市、药店等真实场景拍摄，专门拆解燕窝、阿胶、海参等高价补品的真实营养价值，戳破养生营销套路。正是这种场景化科普加犀利表达的组合拳，让它迅速破圈。好了，重头戏来了。偏口鱼博士之所以能火，最核心的原因就是他那些一个比一个极端的营养观点。我给大家系统梳理了5条，每一条都在戳中国人的认知天花板。第一条，汤没什么营养，吃肉才有营养。这是最能让我奶奶那辈人破防的一句话。在老一辈眼里，炖了几个小时的骨头汤、鸡汤是坐月子手术后的大补良药。但偏口鱼博士指出，汤里其实真没什么营养，蛋白质和矿物质大部分还留在肉里，喝进去的主要是热水加油脂。营养在肉里，你不吃肉，汤炖得再久也是白炖。羊肉汤、牛肉汤健康，这个不好啊。汤，就你们广东人煲那个汤啊，那是最不健康的啊。汤里面有什么东西呢？汤里面就是汤还不是这么细，操！汤啊，我告诉你啊，你不管什么汤，什么骨头汤啊，里面就2种东西，一个油啊，当然第一份是水嘛，然后就是油啊，非常差的油啊，完了再加嘌呤啊，嘌呤就是你喝完尿酸贼高啊，营养物质基本是0啊，约等于0，就是汤里面基本没有营养物质。你要吃鸡就直接他妈吃鸡，别把鸡炖汤啊，别把鸡炖汤。什么谁骨折了，完了给人炖点他妈骨头汤，放屁，一点用都没有。里面钙相当于0啊，你就直接吃钙片就完事了，喝点牛奶得了。钙啊，基本相当于0，啥也没有。汤里面是什么都没有的，最差的东西啊，汤是最差的东西啊。于波，你喝酒吗？不喝啊？为啥不能吃水果？胖啊，没有什么营养啊。你要吃维生素，你就直接去吃蔬菜去啊。蔬菜里面维生素的含量、纤维素的含量比水果高多了啊。水果你少吃啊，少吃水果胖啊！你们他妈不怕胖啊？啊，你们不怕胖啊？鱼汤也不行，啥汤？什么汤？你看朋友们，我就不明白了。我刚说完这个什么鲫鱼豆腐，什么汤都一样。唐僧的汤也没有营养，我跟你说吧，如果有一天有个妖怪把唐僧煮了，喝唐僧汤都不能长生不老，能懂吗？他只能得结石，他只能得痛风。唐僧的汤也没有任何营养啊！你把唐僧煮了都白扯，啥汤也白扯。抽烟吗？不抽啊，不抽烟不喝酒啊。人呢就是这样的啊，他不健康啊，不健康。啊，你好像也跟朋友喝酒，他们喝他们的，我喝我的，我喝无糖可乐，他们喝他们的酒。第2条，红糖补血是假的。这个说法几乎颠覆了中国女性从小养成的一个习惯：来例假喝红糖水，生完孩子喝红糖水，身体虚了喝红糖水。偏口鱼博士说，红糖里的铁含量微乎其微，靠喝红糖水补铁，不如直接吃块猪肝。红糖能让你感觉好一点，是因为它是糖，热量暂时让你舒服了，仅此而已。第3条，粥没什么营养，别当饭吃。他说白粥主要是水和糖，蛋白质和脂肪几乎没有，是最不营养的早餐。这一观点有理有据，粥的营养密度确实很低，长期当作主食，蛋白质摄入不足，营养不均衡。第3点，这个大米白粥养胃，这都说无数遍了，不养胃没啥用，而且升糖指数贼高。那喝那进去比吃大米饭还那啥，大米饭干巴的，你吸收慢的，那玩意儿秃噜全秃噜进去了啊！一整有病就整点大米白粥，那没有营养啊，宝贝儿们呢，没营养啊，升糖指数贼高，血糖贼高啊，容易这个胰岛素抵抗，最后糖尿病，你犯不上，你别整这玩意儿啊！实在不行，你整点杂粮的，放点杂粮掺在一起啊！非常爱喝粥的人。第4条，水果百害而无一利，能不吃就不吃。这个观点争议极大，它的逻辑是，水果里的果糖和葡萄糖不一样，葡萄糖全身上下都可以利用，但果糖只能靠肝吸收，水果吃多了反而对肝脏造成负担。他说人可以不吃水果，但绝对不能不吃蔬菜，蔬菜的营养价值远高于水果。
当然，他后来也给自己打了补丁，水果可以吃，但要少吃。第5条，肉蛋奶是第一梯队，燕窝、阿胶全是智商税。在他的营养学体系里，肉蛋奶是第一梯队，蔬菜粗粮紧随其后，而那些被中国人奉为滋补圣品的东西，粥、汤、阿胶、燕窝、鸡爪、猪蹄儿，大多数时候只是在浪费你的钱和胃。他甚至还调侃过，养鸡根本不可能用生长激素，因为太贵了，商家没那个闲钱。激素肥鸡、走地鸡区别大吗？我给你讲一个道理啊，蒙太奇，你能吃到的鸡不带有激素的，因为你那个鸡那个价格，它不给你放激素，激素比鸡贵。你上医院去看看，那生长激素比鸡贵多了，谁给你往鸡里打激素啊？现在的白羽鸡育种，它就这成品种，几个月它就出栏了。你们花钱买那什么走地鸡，它也未必是走地鸡啊！你花钱买走地鸡，搞不好也是这玩意儿啊，搞不好也是这玩意儿啊，是不是啊？如果上面这5条已经让你感到震惊，那接下来的内容可能颠覆你的认知。偏口鱼博士不仅拷打传统养生观念，还在日常生活习惯上提出了一系列离经叛道的说法。他主张喝凉水，反对喝热水。他说，温度特别高的热水，除了让食道黏膜受伤，甚至增加癌变风险之外，没有任何好处。这个观点一出，不少北方观众当场破防。他反对喝果汁，他认为果汁不如直接吃水果，因为榨汁过程破坏了水果中的膳食纤维，剩下的基本就是糖水。他推崇每天吃鸡蛋，在他的体系里，鸡蛋是最健康的补品。经典语录，蛋白质它姓蛋，意思是蛋白质的本质就是蛋白质，没必要绕弯子去补。他还尤其针对排毒这个概念进行批判。在偏口鱼博士看来，人体又不是毒蛇，哪来那么多毒要排？所谓的排毒更多的是营销创造的概念，不是医学事实。另外，他最近还因为一些言论引发了不小的争议，比如在直播间说女生干普外科多半是关系户，结果直播间直接被封，重新开播后疯狂向官方道歉，承诺不瞎说了。还有关于鱼油是不是智商税的问题，他和科普圈其他博主之间也爆发了论战。偏口鱼博士的这些观点串联在一起，你会发现他整个的理论体系的核心逻辑其实非常清晰，基于现代循证医学，对传统养生文化和商业营销进行彻底的祛魅。他反复强调的一个底层观念是，想健康长寿没那么复杂，一日3餐吃明白，肉蛋奶跟上，蔬菜跟上，加上适当的运动，比吃什么补品都强。就是说，咱普通老百姓，我是朋友们，我家里挺穷，就别看我现在粉丝挺多，我家挺穷，我从小家里没吃过这些东西，我一样很健康，我一样考复旦，我一样在北欧读医学博士，不影响你的发育。你只要肉蛋奶吃足了，你就不用吃这些东西，能懂我意思吧？啊，你要有钱，打个比方，你是大老板，那行，你吃呗，燕翅鲍、鱼翅。什么人参你随便造，跟我不待着。就是咱普通小孩，咱们普通人家，咱们普通老百姓家里有钱了啊，买点鱼，买点肉，买点奶，买点新鲜蔬菜，一造多好啊！听到这里，你可能会问，偏口鱼博士说的这些不都是基础营养学知识吗？临床医生都懂，为什么非要等一个东北小伙在抖音上说，才被那么多人第一次知道？这个问题恰恰触及了偏口鱼博士现象背后的社会根源。一方面，多数人与健康知识的距离其实很远，去医院看病时，医生没时间详细科普健康食谱，购物网站、视频号被算法推送的多是阿胶、虫草等营销内容，真正有用的信息就在那里，却少有人主动去获取。另一方面，中国互联网上现代医学与传统生活常识之间的争论，其实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拉锯战。从崔永元与转基因的论战，到张文宏疫情期间提倡多吃肉蛋奶，却被指责崇洋媚外。每次大规模论战之后，支持者更坚定，反对者更抵触，站队越来越清晰，缝隙却没有变窄半分。得罪很多人，很多人都骂我说他非要吃素。我再说一遍，不要吃素，老百姓不许吃素。我知道你们看过一些明星，有一些明星说，哎呀，我吃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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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德，就给我吃肉，记住了啊！
吃肉才能强身健体，吃肉才能大脑发育完全，你家的小孩才能考上清华北大，才能报效祖国。天天吃一些菜叶子，你怎么发育？你天天吃一些那大米粒子，你怎么发育？你怎么长大高个？以后敌人入侵，你拿什么抵抗？你大脑发育是需要蛋白质的，是需要欧米伽3不饱是需要深海鱼的，吃就给我吃，不要去给我这个整什么这吃素，放屁，纯他妈放屁啊！偏口鱼博士用东北人的幽默和直率，用一种几乎不要命的姿态，把那些医生想说却没时间说的知识，用一种年轻人爱看、看得懂，也愿意转发给父母的方式送到了大众面前。这种信息降维和代际翻译的能力，才是他真正走红的原因。正如有分析指出的，在走红之前，偏口鱼博士有相当长一段时间在直播间充当医学张雪峰的角色，为想学医的年轻人解答最真实的医学从业信息。规培有多苦，科室鄙视链、三甲医院和基层医院的差距，这些教科书里没有，招生简章也不会写的信息。说到底，他做的始终是对齐信息这一件事儿。当然，走红必然伴随争议。偏口鱼博士的评论区呈现出一种奇特的景观，粉丝和反对者的观点截然对立，几乎没有中间地带。粉丝们称他为中国最需要的博士，认为他敢于说真话，戳破了无数养生骗局。有人分享自己的改变，不喝含糖饮料，不吃糖油混合物之后，体重从200多斤降到90多斤。还有人说，跟那些告诉你艾灸的烟能自己寻找湿气的博主相比，偏口鱼博士很有功德了。但反对者的声音同样强烈，有人指责他说话太绝对，不尊重传统，崇洋媚外，认为一个出了国的人回来否定祖祖辈辈传下来的东西是错的。还有网友指出，他在医学之外的领域常常夹带私货，比如讲教育时说什么小孩不吃菜就给大嘴巴子，说原生家庭时过于浅薄，被批评除了医学其他领域完全不懂还爱讲。最近他还因为在直播间的一些口无遮拦付出了代价，比如前面提到的女生干普外科多半是关系户言论导致直播间被封，还有关于鱼油的争论，他和食品科学阿祖等博主之间互相指责，有人称他鱼油都卖飞了。这些争议说明，随着流量暴增，他的一言一行都会被放大审视。有意思的是，正如一位网友评价的，抵触偏口鱼博士的人，大多数时候并不是在反驳他的科学依据，而是反驳他的立场，是他这个人本身。你告诉他汤没营养，他听到的是你在否定他妈妈炖了几十年的汤；你告诉他粥没营养，他听到的是你在否定他信奉了一辈子的生活习惯。很多人就是这样，你越想点醒他们，他们越恨你。这恰恰说明偏口鱼博士的走红已经超越了一场单纯的知识科普，而变成了一场关于传统与现代、关于科学信仰与生活经验的文化冲突。还有人举报我呢，上我们学校，就是跟我们学校，我跟你们讲点这事儿啊，好不好讲啊？前2天有人上我们学校举报我，因为我主页不是写了我是这个隆德大学的这个博士生吗？然后他就跟学校举报说我怎么地的，然后我导师的上级领导就找我导师谈这个事儿，经过他们的这个一番的这个审查，认为我没什么问题，他说就是你不要在主页里面说你是隆德大学的就行了，因为你要是不卖货还好，你要卖货呢有这个嫌疑，就是他也没说不合法，他也没说 illegal， 他说的是 unsuitable 不合适啊。我说好吧，虾青素你可以一起吃，也可以分开吃啊，也可以分开吃。然后呢，他就跟我说没啥问题啊，没啥太大问题。后来就拉倒了啊，也没咋地，谁不咋管我，对不对？你要说你要搁国内，你这自媒体你是没法做了，那老师你都不用说别的，我老师跟我说一句，我马上不做了。这玩意儿就是好像是谁举报的我也不知道，反正我快毕业了也无所谓了。我老师跟我说了一句话啊，他说等你毕业了，你随便，你毕业了随便说自己是哪毕业的，他再也管不了你了，大学再也管不了你了啊，无所谓的事儿。回到开头的问题，偏口鱼博士到底值不值得听？我的看法是，他的底层科学依据基本没问题，但表达方式的极端化，既是他走红的原因，也是他争议的来源。有营养学领域的专业人士对他的观点做过系统评估，结论是他有值得认可的营养观点，
也有过于绝对的误区需要纠偏。比如，精准营养不是一刀切，饮食建议要根据个人身体状况来调整，不能把任何理论奉为万能圣经。作为观众，我们能做的或许不是全盘接受或全盘否定，而是把它当作一扇窗，透过这扇窗去主动了解真正的科学营养学知识，形成自己的判断。在信息爆炸的时代，学会思辨比找到神更重要。而那些关掉偏口鱼博士直播的人，有些第二天还是拐进了保健品店，但也有些人悄悄把晚上的粥换成了鸡蛋，这大概就够了。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你如何看待偏口鱼博士的理论？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如果觉得这期内容对你有帮助，别忘了点赞转发。感谢您今天的收看，我是小薇，我们下期再见。感谢大家观看今天的案件解析。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别忘了点赞、订阅小薇说案，打开小铃铛，第一时间获取最新更新。有什么想法或想听的案件，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和小薇一起讨论。我们下期再见。